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日本人不爱运动，却最长寿？这5个秘诀值得学习。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探索中，日本的长寿现象犹如一颗璀璨而神秘的星辰，吸引着众多研究者与普通民众的目光。当我们试图探寻哪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在寿命的长河中遥遥领先时，日本无疑以其令人瞩目的数据脱颖而出。根据日本时报的权威发布，日本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稳健地攀升至 81.64 岁，在全球范围内稳居第2的高位，而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 87.74 岁，毫无争议地占据世界第1的宝座。另外，据2020年世卫组织数据清晰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7.3 岁，相比之下，日本人均预期寿命高达 84.6 岁，雄踞全球榜首。众所周知，饮食习惯、体育活动等众多因素如同交织的丝线，对人的寿命有着错综复杂且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一个令人大为诧异的现象是，根据2018年《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的深入调查报告，日本在全球最缺乏运动的国家中居然排名第11，仅有 40% 的日本人能够保持规律的身体锻炼。这一发现恰似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巨石，不禁让人满心好奇，为何一个在大众眼中看似对运动并不热衷的国家，其国民却能轻松赢得长寿的桂冠？日本人长寿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其一，吃得鲜。日本料理亦被形象地称为水料理，它宛如一位低调的艺术家，着重展现食材本身那最为纯正、质朴的风味。其烹饪手法犹如轻柔的笔触，倾向于低油低盐的精妙勾勒，并以最大的限度减少调味品的肆意添加。这与我国烹饪中常常采用的那种烟火缭绕、热烈奔放的爆炒和煎炸方法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日本料理的这种烹饪方式恰似为食物中的营养成分精心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堡垒，更有效地将其保存下来，同时巧妙地避开了高温烹饪过程中可能如恶魔般滋生的自由基及如苯并芘等潜在致癌物质。例如，在一项针对中日两国传统烹饪方式对食物营养成分影响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采用日本传统烹饪方式制作的蔬菜，其维生素 C 的保留率比我国爆炒方式制作的高出约 30%， 而苯并芘等有害物质的含量几乎为0，而爆炒蔬菜中的苯并芘含量则有明显检测数值。其二，多吃豆制品。日本人对豆制品的热爱简直可以用痴迷来形容，他们每天大约消费28克大豆，在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其中，豆腐、纳豆与味噌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美味佳肴，更是承载着健康密码的神奇食物。科学研究的光辉已经如同探照灯般照亮了大豆的奥秘。大豆中的异黄酮和蛋白质犹如2位忠诚的卫士，具有抗癌及预防心脏病的卓越功效。据日本国内一项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每天食用一定量豆制品的人群，其患乳腺癌的风险比很少食用豆制品的人群降低了约 25%， 患心脏病的风险也降低了 15% 左右。其三，吃得少。在日本那独特而精致的饮食文化画卷中，食物往往被如同对待稀世珍宝般精心盛放在一个个小碟子里，乍一看上去似乎品种琳琅满目，极为丰富，但实际上当你细数盘中餐，会发现食物总量其实并不多。他们仿佛是一群深谙适度之道的智者，习惯于吃到8分饱便优雅的停止，绝不会陷入过量进食的泥沼。这种持久的热量摄入管理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显著降低了肥胖和心血管疾病这2大恶魔的发生风险。
例如，在对日本和中国部分城市居民肥胖率的调查中发现，日本城市居民的肥胖率仅为3%至5%，而我国部分城市居民的肥胖率则高达15%至20%。其四，吃海鲜。日本得天独厚的毗邻浩瀚的海洋，这仿佛是大自然慷慨馈赠的一份厚礼，使得深海鱼类及其他海鲜如同繁星般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依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严谨研究，定期食用深海鱼就像是为身体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健康力量，能够有效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及提前死亡的风险。深海鱼中所蕴含的 Omega-3 脂肪酸、核黄素、钙质以及铁质等，恰似一个个闪耀的健康元素，均是保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珍贵营养成分。据统计，每周食用3次以上深海鱼的日本人群，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很少食用深海鱼的人群低约30%。其五，遵循独特的饮食原则。日本人的饮食原则强调五味五色五法，五味即甜、酸、苦、辣、咸，每种味道都对应着不同的身体器官和功能，合理搭配能促进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例如，甜味可滋养脾脏，苦味有助于降心火等。五色则是白、黑、红、黄、绿，不同颜色的食物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像白色食物如大米、萝卜等富含碳水化合物与膳食纤维，黑色食物如黑豆、黑芝麻则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抗氧化物质，红色食物如番茄、红肉等对心脏有益，黄色食物如南瓜、玉米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绿色食物如青菜、绿茶则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通过每餐都尽量涵盖这5种颜色的食物，能确保摄入全面的营养。五法指的是蒸、煮、烤、炸、生拌5种烹饪方法，其中蒸、煮、生拌等温和的烹饪方式占主导，最大程度减少了营养流失和有害物质的产生。炸制食物相对较少，且多采用健康的油脂进行浅炸，既保留了一定的风味，又控制了油脂摄入。二，我国长寿老人常有5个特点。其一，积极运动。长寿的老年人犹如一群执着的健康守护者，他们非常重视身体活动，如同挑选稀世珍宝般精心挑选适合自己的锻炼形式。他们或是在晨曦微露的公园小径上悠闲地散步，感受着清新的空气与自然的宁静，或是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上专注地练习太极拳，一招一式间尽显东方养生的韵味；又或是在静谧的室内舒展身体练习瑜伽，在身心的深度融合中寻求平衡与和谐，并且他们以钢铁般的毅力持之以恒地进行这些运动，从而如同精心雕琢一件艺术品般维持了良好的身体状况。例如，在对我国某长寿之乡的调查中发现，超过80%的长寿老人都有坚持每日运动的习惯，其中散步和太极拳是最为常见的运动方式。其二，拥有健康的体质。长寿的老年人仿佛是身体平衡的艺术家，他们维持着适宜的体重，既不会让身体因过度肥胖而不堪重负，也不会因偏于消瘦而缺乏抵御疾病的能量储备。他们犹如自律的苦行僧，通过节制饮食，坚决远离暴饮暴食及过度嗜好的诱惑深渊，以此来保持健康的体脂率。在对一些长寿老人的体质监测研究中发现，他们的体脂率大多维持在20%至25%之间，处于较为健康的范围。而普通人群中，因不良饮食习惯导致体脂率过高或过低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其三，不吸烟。吸烟这一犹如恶魔般的行为对身体健康只有害处而无丝毫益处，它就像一把隐藏在暗处的利刃，会提升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尤其是肺癌和心脏病这2大夺命杀手。
正因如此，那些享有高寿的老人们犹如敏锐的猎人，深知避开烟草的重要性。他们以对自己健康状况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与烟草划清界限。据统计，吸烟人群患肺癌的风险比不吸烟人群高出10至20倍，而在长寿老人群体中，吸烟的比例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不过度饮酒。尽管适量饮酒在某些研究中被认为对健康有所裨益，宛如一杯适度的美酒，能带来些许愉悦与放松，但过量饮用却会如同一瓶失控的毒药，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引发诸如肝脏疾病等棘手问题。那些享有高寿的老人恰似智慧的品酒师，深知节制饮酒的重要性，始终秉持适度为上的原则，浅尝辄止，绝不贪杯。例如，在对饮酒与肝脏疾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长期过量饮酒人群患肝硬化等肝脏疾病的概率高达 30% 至 40%， 而长寿老人中仅有极少数人会偶尔少量饮酒。其五，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长寿老人仿佛是营养的探索者，他们意识到应当摄取富含营养的食物，犹如在健康的花园中精心采摘果实，例如水果、蔬菜以及全谷物。这些食物就像健康的基石，为身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他们巧妙地避免过度依赖油腻和高糖分的食物，仿佛深知这些食物是健康道路上的陷阱。此外，他们还非常重视饮食的多样化，如同绘制一幅绚丽多彩的饮食画卷，以确保从多方面获得所需的营养，让身体的各个器官都能得到充足的滋养。在对长寿老人饮食结构的分析中发现，他们每日摄入的蔬菜和水果量往往超过普通人群的 50% 以上，且食物种类丰富多样，涵盖了各种谷类、豆类、肉类等。3. 不想患癌，记住这些防癌处方。其一，生活规律，少熬夜。不规律的作息习惯与长期熬夜恰似一场悄无声息的风暴，会无情地扰乱人体的生物钟节奏，导致免疫系统如同失去指挥的军队般失衡，进而为癌症的滋生提供了可乘之机，提升罹患癌症的风险。而充足的睡眠则宛如一场及时雨，能够有效促进体内受损细胞的修复，如同为受伤的士兵疗伤，使其重新恢复战斗力，并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因此，减少熬夜，确保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就像是为健康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是对健康最为有益的举措。例如，在一项针对长期熬夜人群与规律作息人群的对比研究中发现，长期熬夜人群的免疫细胞活性明显低于规律作息人群，其患癌风险也相应增加了约 30%。其二，控制饮食，吃到7分饱。在平日生活的饮食舞台上，应力求避免过量进食这场闹剧。吃得过饱，就像给身体这座精密的机器施加了额外的负担，会引起消化系统如过度劳累的工人般过劳，同时还会导致胰岛素水平像失控的电梯般大幅波动，促使体脂累积，犹如脂肪的洪水泛滥。科学研究的灯塔照亮了这一真相，合理的饮食管理不仅有助于保持理想体重，还能有效减少体内自由基的生成，进而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尝试像日本饮食文化中的适度之道，缩减每餐的食物量，学会享受精致而非过量的饮食，让身体在适度的饮食滋养下保持健康与活力。例如，有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每餐吃到7分饱的人群，其体内自由基水平比经常暴饮暴食的人群低约 20%， 患癌风险也相应降低。其三，保持好心态，少生气。持续的焦虑与压抑状态犹如一片阴霾，会引发体内应激激素的过度分泌，进而如同饿狼般对免疫系统造成不良影响，提升罹患癌症等疾病的可能性。
若能保持心态平和，不过度执着于事物，适时缓解压力，减少愤怒与压抑情绪，就像在心灵的花园中种下了健康的种子，健康便会自然而然地伴随左右。例如，在对癌症患者心理状态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在患病前长期处于焦虑、压抑状态的患者，其病情往往更为严重，治疗效果也相对较差。而心态乐观的患者则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与康复。在追求健康长寿与防癌抗癌的漫漫征途中，无论是日本的长寿秘诀，还是我国长寿老人的经验之谈，以及防癌的有效处方，都如同一盏盏明灯，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我们应积极汲取其中的智慧，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与心态，在健康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拥抱健康长寿的美好未来。